好，这里是铁牛。今天开始应该会向大家陆续介绍自己手边的一些老玩具吧，可能更多都是跟星球大战有关的一个东西啊，没那么抢新品的一个系列了。因为我确实是星战的一个忠实粉丝啊，我是非常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认识这个 IP，然后去了解相关的一些周边啊、玩具啊，或者说电影是吧？或者剧集、动画也都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 IP 啊，就非常希望有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一个 IP。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由马飞出品的非常老的一个东西啊，044的一个星球大战侠盗1号里的死亡士兵啊。我这个盒子已经是伊拉克模式了啊，因为这个毕竟是非常老的一个东西了。然后整体的一个老马飞的感觉就是关节确实会比较的松垮吧，但是造型确实是6寸星战最漂亮的死亡士兵啊，绝对没得说。可能拼装那个你自己改一改也不错，但是成品的话确实是马飞做的最好。然后里面有一些东西我已经拿出来了，就不给大家看。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盒子，盒子就是马飞星战非常经典的一个大开窗，左下角是玩具的照片 ，Star Wars 死亡士兵马飞。那死亡士兵就是第一次出场，应该就是在侠盗1号里了。侠盗1号这部电影在那个 B 站也有资源啊，可以是买了版权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啊。就算你不了解星球大战，或者你没有看过相关的一个影片，也是可以直接无痛观看的啊，真的是可以直接看，因为里面的特效、包括剧情、包括人物的塑造都非常非常的完美啊，是我觉得星战正传之外，我觉得最好看的星战的一个衍生作品啊，真的是非常的漂亮，特别是最后的那段大战啊，就是义军的各个飞船赶来支援那一段，真的是看得非常的感动，非常的帅啊，真的是很推荐大家看。然后死亡士兵在剧中也非常有逼格啊，他出场的一会儿就把战局直接逆转了，因为虽然他们的人数非常的少，但是他们的战斗力非常的精良，然后一瞬间就把义军那个打得节节败退啊，直接把整个局势掰回来了啊，这个死亡士兵。所以说他们相对于普通的一个暴风兵的话，是更加的一个战斗力更高啊，然后他们整体的造型也更加的一个干练，更加的精瘦一点啊。然后打开内包就是这一次马飞的一个死亡士兵，值得称赞的点就是它还原了两个形态，就是还原了一个小队长，还有一个普通队员的一个形态，你是可以通过T1键来进行替换的。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个队长形态啊。我们看到，放大给大家看，整体的一个外观的一个造型就是如此啊，非常漂亮的一个绿色目镜，还有身上一堆的一个战术装备，然后整体的一个四肢比例是非常的一个修长的啊，就这个腿的比例是非常非常的长的，就是比起普通暴风兵是吧？普通暴风兵可能腿就短一点，然后这个整体黑色的一个配色也显得非常的干练啊，非常的简洁。好，来看一下，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头雕部分啊。马飞这个死亡士兵做的非常漂亮的一点就是它的一个目镜做的非常的好看，是一个里面是用了一个银漆，然后一个透明绿的一个零件，整体目镜的一个通透度就显得非常的漂亮。虽然说中间我们能看到，中间它是有一个类似于白色水口一样的东西啊，但是我感觉这个东西并不影响整体的一个观感，反而是形成了有点类似假高光的那一种效果啊，非常的漂亮。包括下面这两个金属绿的两个，这个不知道是什么装置啊，我倒是没有去了解过啊，非常的漂亮。整体的一个头雕形准是非常没问题的，然后是一个比较亮的一个黑色啊，黑色漆面，但是身上有一些类似闪粉一样的效果啊，我觉得这个效果并不算特别的好啊。如果你真的纯黑的话，可能我会更加的喜欢。然后左边是有一个传感器一样的一个东西，这是它跟普通士兵的一个区别了。然后就是一个护肩，一个披肩，还有一个战术包，包括腰带，包括手雷。这个手雷可惜并没有办法取下，因为它剧中这个手雷也是有战绩的啊。然后
底衣就是一个偏灰色的一个底衣，但是呢，跟黑色的区分也不算的非常明显，包括整体脚的一个造型。哎，这臭小猫干嘛？邪恶橘色大妖怪赶走了啊！我这个手流血了，大家见谅。刚才撕了个皮，好痛。然后身上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装备就没有过多的一个刻画了，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些小分色，是吧？整体还是非常干练的一个造型的。然后这一款吗啡，我要非常批评的一点就是它竟然没有做一个大臂的一个平转啊！我们能看到它这个手是没办法平转的，就只能是通过里面的一个球形关节来进行一个活动，会导致它的手就只能是以这样的一个比较向内的一个角度这样耷拉着啊。就如果你要把它转到正面的话，是很难做到的，就是你需要去做一点让位什么的才可以去实现啊。所以说，虽然说是老玩具吧，但是我觉得这应该并不算一个非常难的设计，毕竟在它更早之前的一个波巴费特都是有这样一个平转的一个设计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死亡士兵就没有做啊，反而是在这两个腰包这里啊，各做了2个关节，可以让它进行上下的一个活动，来对大腿的活动进行一个让位啊。就如果这里能加上平转的话，就非常的完美了。然后刚拿到手，它的一个松紧度当然自然是不太好啊。然后我现在手上这只是我进行一个修复过的，就还 OK 吧，只能说可以玩，就是腰腹之间依然是会有一点的小松垮啊。然后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它是怎么去替换成一个队员的一个样式。哎，这个反光板倒了，臭小猫，走开！那这是它提供的一个替换件啊，一个替换头，就是相较于队长头，就是少了左边的一个传感器。替换的话也非常的简单，我们先把队长头给它拔下来，把这个披肩给它取下，它这里是有一个环状的，我们通过手臂这样给它取下了之后，然后再通过这4个卡扣啊，我们给它解锁开来，我们就可以把胸前的这一个装备给它取下，然后我们再把普通队员的一个头给它替换上之后，OK， 那这样就是一个死亡士兵的一个普通队员的一个形态了。大家看一下。然后这里的肩甲鞘啊，应该是通病来着的，因为它这个肩甲是用一块软胶连接在胸部零件上的，所以说你如果手臂一般有活动的话，它就会形成一个很难还原的一个回弹啊。但是说，问了朋友，他就说这样的一个肩甲，这才是真实的一个状态，因为确实电影中它这个肩甲也是会往上翘的啊，所以说。美观和还原2选1吧，我倒是希望美观啊，但是我不是很喜欢它这个翘起来的一个设计啊，翘起来的一个样式，但是也确实是比较的一个还原，然后整体更加干练了，然后它的可动也会进一步解放，包括头部的一些可动会变得更好，这些都会变得比以往更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这只的一个这里有一点小中奖，我们看到上面有一个白色的一个斑点啊，不知道为什么擦不掉。就是可能漆面出了一点问题吧，其他地方倒是问题不算很大。整体的一个外观造型就是这样了，然后简单给大家看一下可动吧，低头、抬头、左右的一个侧摆，手臂的一个平台是90度向前，手臂的一个弯曲，这一个球形关节。自然是附带的，腰部一个前倾也有个蛮不错的角度了。后仰，因为吗啡星球大战确实是平转的话就可能有点限制啊，确实是树体比较的落后啊，特别是它的曼达洛人系列真的是我玩过可动非常差的一些产品了。一个前踢，如果我们把腿往上抬的话还会高一点，90度差不多。弯曲。侧踢的话就只有30度左右，后踢也是有一点的。
整体的一个可动就大概如此啊，毕竟造型比较的简单。虽然说是一个比较老的一个玩具啊，但是呢，整体的可动，我觉得作为一个杂兵，也不能算杂兵吧，精英兵之类的一个兵种，也算非常的够用了。毕竟它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个战术装备、一个武器啊，需要摆的 pose 就那几个，一般都是列队啊，要么就持枪进攻是吧？要么就比较常规的几个造型了。我觉得这样的可动也算完全的够用。再来看它佩戴的一个三把武器啊，然后这是它最标志的一个武器。我们能看到，我是已经装在手型的上面啊，它上面的一些小的分色涂装涂的还算蛮漂亮的。枪口有一个银色的一个战损的一个渐变，这是死亡士兵的一个怎么说标志的吧？以后 Toys 的玩具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渐变的。整把枪的一个分色非常的一个干练啊，并不会非常的花里胡哨，但是也不会显得那么单调啊。毕竟有一些红色色块的一些点缀。然后有一根肩带是可以让你进行一个挂载啊，但是这个肩带很可惜没有办法卸下来啊，它拆的话就只能拆这一边，然后另一边是粘死的，就比较可惜啊。我个人并不是特别喜欢这一根带子，因为我大部分时候这个枪都是拿在手上的嘛，拿在手上的话有这一根带子，我觉得还是有点怪啊，我不是特别的喜欢。然后还有一把爆能枪。一把小的一个爆能枪，这把枪是可以进行一个挂载的。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柱形的一个卡榫，是可以。我把这个手型取下来给大家看吧。拿出我们的死亡士兵，是可以挂载到这里的，直接这样对准插上就 OK 了。但是这插上之后，安装并不牢靠啊，会比较的松。但是你如果安装到位的话，大部分情况下它都是不会掉的，就是会大风车而已。但是我觉得装在这里也不好看啊，所以说我一般都是回合的，这里我不会去装一把枪，我觉得有点小突兀啊，不是特别的好看。然后还有一把枪是我放在盒子里的，一把比较长的一个枪了。这把就非常的长，这把握持起来会有一点点困难啊，因为它太长了。你如果要摆出一些比较好看的一些瞄准的 pose， 都还是需要下一番功夫的。然后接下来就是各类的一个手型啊，手型的配置没有过多可说的，这里都有啊，这次给大家看一下。一个是普通的一个开膛手，战术指挥的一个向前指的一个手，实心的握拳手。还有就是我刚才卸下来的持枪手，都是各一对啊，这就是这一款死亡士兵的一个全部的一个配置啊，非常的一个，也不能说非常的简单吧，因为马飞有些星战的配置更加的简陋啊，但是呢，它相较于万代或者说相较于拼装吧，拼装不行，拼装是有的，就是相较于万代 HHF 吧，或者孩之宝。它至少给到了你一个形态替换的一些零件，还有3把标志的武器都给了，该给的手型也都给了，所以我觉得这一款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之高的啊。但是这一款现在已经涨起来了，我是多少钱买的？我想一下，我应该400-500块钱，400多还是多少买的？就之前这个是没什么人要的啊，这个之前我听人说是蛮便宜的。200-300是能买到的，现在是有点贵啊，因为货量非常的少啊，因为比较老了，没什么人买。所以说，如果你是星球大战的粉丝，要买一款6寸的一个死亡士兵的话，我还是首推你买马飞这一款啊，或者说你自己有动手能力的话，去买一个拼装也是非常的不错的。但是如果你只是想买一个比较酷的一个兵种，或者说想有一个比较好的把玩体验，我反而不是很推荐这款，因为它的关节确实是需要进行一些修复，然后它的可动也并不算非常的一个优秀啊。然后马飞侠盗1号还有非常优秀的一个海岸兵啊，也是能进行一个形态的切换的。那个有机会的话，我买一只再给大家做分享嘛。虽然我现在还没有买啊，就有点下不去手吧，好吧。然后这一只就大概看到这里了，不知道大家感觉这一支兵怎么样呢？就如果大家真的觉得这支兵还可以，还蛮帅的话，真的是可以去 B 站搜一下《侠盗1号》这部电影，去观看一下切片也行啊。你观看一下死亡士兵的切片也都 OK 了，或者说去把电影完整的看一遍，我觉得是应该蛮能吸引人入坑的吧。好，那这一期视频就简单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观看，再见。